這是5毛錢，拿着它離開我女兒。5毛？前世不是500萬吗？阿姨，你是在開玩笑吧？谁跟你開玩笑了？我已經拿出很大的誠意了，拿这5毛錢，你能買豪車豪宅，過上人上人的生活。要不是看在你和薇薇5年的感情上，我能忍痛拿出这天价分手费。5毛？天价？叶晨，做人不要太贪得无厌。我们家所有的流动資金加在一起也不会超過5塊錢。拿着這筆錢好好生活，找一個門當戶對的人。畢竟不是浪費時間。5塊錢的流動資金，你們到底在說什麼？我怎麼越聽越懵了？我知道，突然分手呢，對你的打擊很大。可是為了家族事業，也是沒有辦法了。畢竟江城鼎級集團顧氏集團的大公子顧廷川是我爸給我安排的联姻對象。顧氏集團可是坐擁10塊錢的江城頂級豪门，只有和他在一起，我們林氏集團才能一飞冲天。叶晨，10塊錢就成江城第1大企業，這個世界終於變成了我不認識的樣子。那我祝你幸福，但這錢我就不要了。這樣吧，今天這頓飯我請了，服務員買單。你好，先生，你們這邊一共消費5厘錢。多少？5厘？行了，你就別硬撐了，這可是江城最頂級的空中餐廳，一頓飯呢就抵普通人1年的工資。你一個上班族哪消費得起呀？還是我來吧。等一下，難道說重生之後貨幣貶值了？iPhone 手機印當年新成2分錢，按照上一世的物價，這貨幣貶值了足足1000萬倍。但我的餘額卻沒變，還是5000萬。5000乘以1000萬，那我不是成了坐擁500億的神豪了？丟人是找錢10塊，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見過面額如此巨大的鈔票。什麼？他怎麼會有這麼多錢啊？不可能，就連我也沒機會一次性借到這麼多錢。這錢肯定是假的，這攜帶假鈔可是犯法的，還是這麼大面值的假鈔。葉晨，你是要把牢底坐穿呢？女兒，你趕緊走，一會兒警察來了會連累咱們的。葉晨，你完蛋了！這錢你是收還是不收？對不起，先生，就算把我們這個店買下來，也用不了1塊錢呀。我去哪裡找這麼多現金給您找零啊？這你总找得開了吧？1塊錢，我們也沒有錢找給您啊。算了算了，你不用找了，就當是給你的小費了。1塊錢小費，我發達了。普通人一夜暴富之後會去做什麼？剛才看男模進來了，那個男生簡直帥爆了。就是，我要是能坐上他的副駕，讓我幹什麼都行。對，就是懶人波西米。歡迎光臨，請先。葉晨，你來幹什麼？走，趕緊過來。雪曼，你推我幹什麼？我們這裡是豪車銷售，不是廢品收購站。你來這幹什麼？走錯地方了吧你啊？沒錯，我就是來買豪車的。你買豪車？葉晨，咱倆可是大學同學，你家什麼條件我還不知道嗎？那可是班裡有名的重點扶贫對象啊，吃飯都成問題，你還買豪車？別在這兒耽誤時間。走。別，你怎麼狗眼看人低啊？是怎麼了，雪曼？沒事兒，就一窮鬼說來買豪車，他能買起屁？我看呀，潘神是來店裡偷東西，這種人不能见。走。就算他买不起，他還是有进店參觀的權利的。
我们身為銷售，就是要耐心的為顧客介紹我們的產品。進門的都是客，怎麼能區別對待呢？好，你清高，你了不起。那這個客戶呀，我就扔給你了。到時候呀，要是把店裡的那台車弄髒了、弄花了，你自己承擔責任。當了一個窮鬼，一分提成都賺不到，神經。謝謝你啊，給我酒哎。這是我應該的。先生，您看中哪輛車和我說，我給您介紹。我要買你們店裡最貴的車。你還要買最貴的車？葉晨，你怕是窮風得意上了吧？那最貴的車，別說那輛限量版的蘭博基尼了，就連這輛最便宜的 Mini Cooper 都夠你傾家蕩產了。店裡最貴的就是這台蘭博基尼。是的，先生。這台限量款的蘭博基尼呢，它搭載的是5.2自然吸气 V10的發動機，它的最大馬力是540，中置全時4驅，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2.9秒，全世界限量20台。還不錯，配得上我葉晨的身份。會啊，有喂，你不會以為他真的買得起吧？你想從他身上賺提成，那可是比唐僧孤身一人九九真經的難度都大。你有這閒工夫呀，還不如給有意向的客戶發發曖昧短信來的實在。我給他介紹一下怎麼了？又不是說進了店就一定要買。有為是吧？你人還不錯。今天我這台車的提成還非你不可。謝謝先生對我工作的認可。要，兩個人這一唱一和的跟真事兒似的。葉晨，你要是能買得起這輛車的一個車轱辘，我張雪曼脫光了在這展廳裡給你做車模。好，有為，告訴我這台車多少錢？這輛車它是限量款的，所以要比普通車貴很多。直接告訴我價格就行。要6毛錢的1000萬倍，就是6倍。放在前世，我當然買不起。可是現在，在我的5000塊巨款面前，這6毛錢都不夠我餘額寶裡1天的利息。你不說話了，葉晨，6毛錢，它是你一輩子都可望不可及的夢。我葉晨喜歡的東西，別說是6毛，哪怕是6塊600，我眉頭都不會皺下。別光說呀，要是買呀。好，這台蘭博基尼我買了。先生，您真的要買這輛車嗎？別急呀，好歹也要體驗一下，萬一坐着不舒服呢？啊。好的，先生，我給您開門。先生請。不許上。今天有客戶預約了來看這輛車，你讓他上車，弄髒了車，損失了客戶，你擔待得起嗎你？他只是坐一下，又不會弄髒了這輛車。再說了，今天來看車的客戶只是預約來看一眼這輛車，又沒有付下定金要買這輛車，只是坐一下又怎麼了呢？問題可大了。你知道今天來看這輛車的客戶是誰嗎？那可是江城第一貴公子顧家大少爺顧廷川。他這樣的大人物，一點小事惹他不開心，我們整個車行都得跟你遭殃。你為了滿足一個窮鬼的好奇心，你犯得着嗎你？不管什麼樣的客戶，在我的眼裡都是一樣的，不分高低貴賤之分，並且是這位先生先到店的，他自然有優先體驗權。他果然和其他女人不一樣，不勢利人，不愛慕虛榮，更不狗眼看人低，很有正義。先生，您是您的，有什麼問題我來承擔。好，從我的車上滾下來。葉晨，怎麼是你？林薇薇，我們還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不是你就分手了嗎？你怎麼還陰魂不散，追到這裡來？你哪只狗眼看到是我追你追到這來？不然呢？這裡可是豪車專賣店，不是過來追我的，難道還是來買車的嗎？不對，你怎麼提前知道我要到這兒來？你一定是在我手機裡安了定位系統，對不对？你有被迫害妄想症？自己都說了，這是賣車的地方，那我當然是過來買車的。別鬧了，葉晨，你有多少錢難道我不清楚嗎？我已經跟你很明確的說過了，我們兩個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你就算再捨不得，也該要點臉。你不僅有被迫害妄想症，你還極其的自戀，而且一身的不能。我有什麼放不下？停，我不想再因為面子跟你扯東扯西了。我最後再警告你一遍，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任何交集了。更何況你今天是跟我未婚夫一起，我不想因為你扯出一些沒必要的誤會，你明白嗎？
你现在离我遠點，所有人都不會誤會。好了，別煩我，看着。妹妹，這個人是誰啊？他就是一個一直追求我的人，他追了我好幾年，但是我們不熟的。親愛的，你別誤會。哦，原來是個舔狗。我的寶貝長得好看，身材也好，追你的舔狗有很多，很正常。我怎麼會誤會？是啊，而且像這樣的窮屌絲，怎麼能入得了我的法眼？只有像你這樣的帥氣霸總，才能配得上我的絕世容顏啊！李薇薇，你也太不要臉了吧，還不熟？啊，親愛的，你別聽他亂說，他這都是臆想出來的，我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你別誤會。寶貝，你不用解釋太多。像他這種屌絲我見多了，家裡掛滿了女神的照片，時間一長走火入魔了，就把腦子裡臆想的都當成真事了。可惜啊，我寶貝這種白富美是他一生不可及的夢，也就只能想想。還真是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门啊！你们这2個精神分裂湊到一塊兒，那生出來的孩子不得是個智障啊！住口！你知道我未婚夫是誰嗎？竟然敢大放厥詞，不要命了是嗎？哦，我記得你跟我說，他是什麼江城第一富豪，坐擁10塊錢的資產，顧家大少爺顧廷川。既然知道我未婚夫的身份，還不趕緊跪下認錯，一會兒真打給你，分分鐘讓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10塊錢就能殺人不犯法？我今天還這麼窮逼！窮逼！什麼？你剛才說10塊錢是零錢，不然呢？我們顧家因為10塊錢的資產，霸占江城首富的位置整整10年不曾被超越。你一個底層人士，是你永遠跨不過去的階級鴻溝，還敢在這兒跟我口出狂言，說10塊錢是零錢？那我倒是想瞻仰瞻仰，你的餘額上有多少錢啊？那你們給我站直了！我的個人資產是5000元整。什麼？你5000元？怎麼嚇壞了吧？這個人說他自己有5000塊。葉晨，你到底對5000塊有沒有概念？整個江城，哦不，乃至全國的資產存儲量都不足以5000塊，無論是對誰而言，都是一個天文數。別說是我，就連我江城首富的父親都不可能見過5000塊。你們沒見過，不代表你們沒見過，只能說明你們是井底之蛙。你說什麼？顧少，何必因為一個窮鬼動怒呢？我和他是大學同學，別說5000塊的巨款了，他大學4年1離1的學費，那都是我們校長號召全校師生給他捐的。他呀，可是我們全校第一貧困生，您口袋裡掉出的鋼镚兒啊，都能买他命的了。还在這裡聽他大放厥詞，屬實不應該呀。哦，原來是個窮鬼中的底層窮。你叫葉晨是吧？我今天帶我未婚妻來買車，你跪在地上說2句好聽的，我就賞你1毛錢，這樣你就能安穩度過下半輩子。不過呢，前提是你要逗我開心。如果我不能，如果你拒絕，你剛才頂撞了我，還言語羞辱我的未婚妻，我將動用我在江城一切的人脈，斷了你所有的生路，你只能在江城乞討餘生。這就是你言語衝撞我的代價。你到現在還覺得我是在口出狂言嗎？不然呢？不然你真有5000塊？要是我真有，如果你真的有，我顧廷川跪在這兒給你磕3個響頭。好，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打這個赌，你真覺得他有5000塊？怎麼可能？這個世界上就沒人有5000塊錢。既然這個賭注我勝券在握，我就要讓他為剛才的行為付出代價。我要讓他知道，他這種底層垃圾在我們真正富有的人面前。葉晨，好言難勸該死的鬼！我明明已經警告過你，你非要不知好歹，在這找死！葉晨，我們可都是見證人。如果你拿不出這5000塊，你就只能是个乞丐了。不過對於你來說，應該也不是。
你们怎么能这么忤人呢？有钱就了不起吗？哟，这还有个不长眼的替这个穷鬼说话呢。啊，怎么？你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吗？就喜欢爬穷人的床是不是？沈有为，我忍你很久了。你刚才让这个穷鬼上顾少的车，现在又出言顶撞顾少的未婚妻，你不想混了，别拿整个车行给你当垫背。你没事吧？姐，我不会让你这一巴掌白来。我们所有人，你要选择为你付出代价。好呀，那你倒是拿得出5000块呀！你要是拿得出5000塊，我张雪曼脱光了在这里给你做车模，而顾少也会让你做义父。前提是你得拿得出这5000塊。好啊，既然如此，那我林微微也加你。要是你能拿得出5000塊錢，我林微微以後再也不嫁人。你讓我幹什麼就幹什麼。但是要是你拿不出這5000塊，我就要你自幹傷，這裡乞討。好，那我就滿足你們所有人的要求。瞪大你們的狗眼給我看好了，我葉晨到底有沒有這5000塊？什麼？他竟然真的有！這真的是5000塊？5000什麼呀？5000 P 個圖你免戲。开不开机啊？哟，叶晨，這手機怕不是你故意摔碎的吧？這下可就死無對證了。這手機明明是從你手裡掉的，是你搶手丟的。好了好了，結束這場鬧劇吧。葉晨，既然你拿不出這5000塊，那這場賭約可就算是你輸了。我明明是可以證明的是他。別鬧了，說的跟不摔你手機真能拿出5000塊錢，說不定我未婚夫大人有大量，還能饒你一條狗。是啊，葉晨，對於你這種特別貧困的家庭來說，也是多麼大的榮耀啊！區區市值10塊錢的小公司，讓我去做。我說實話，他這座小破廟還真容不下我這尊大佛。現在你怎麼說都沒有用了，手機碎了，死無對證了。5000塊錢的現金我倒是沒有，不過幾十塊錢的零錢我還是有。不如我們來競拍這輛蘭博基尼怎麼樣？賭注繼續，賭約還按我們之前的來。來就來，我怕你。你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啊！好，我跟你賭，我出6毛05分。使這麼大勁，就拉了5分錢出來。你這江城第一大富少也沒什麼魄力。啊，5分錢可是普通人10年的工資。可是我不是普通人。那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拿出多少錢。我出1塊錢。葉先生，就算這台車再貴，你花1塊錢買它，未免有些太離譜了吧？1塊錢對於普通人來說可能很多，但對我葉晨來說不值一提啊。親愛的，繼續加價。讓這個白痴看看，他這樣的底層在真正的富豪面前是有多麼不堪。你說的都對，顧廷筠，就聽你未婚妻的，繼續抬價呀！嘴巴長在你身上，你想怎麼說都可以。但要是你拿不出這5000塊，這賭約可就算我贏了。合理，行，我出1塊5。親愛的，你真的是讓我重新定義了神豪的標準，居然一口氣就加價了5毛。簡直是又帥又霸氣！我林微微這輩子能跟你結婚，是我幾輩子修來的福。是呀，顧少，您對於未過門的未婚妻就出手如此闊綽，等微微小姐嫁進顧家，您還不得把她寵上天呀？葉晨，你看見了嗎？這就是你我之間的差距。你現在跪下來給我認錯，我還能留你一條全屍。看看你們的樣子，區區5毛錢就讓你們驚訝成這樣啊！你別在這站着說話不腰疼，有能耐你也加啊！加就加，不過我才不會像他那麼想。剛剛在餐廳，我給了服務員小費，就給1塊錢。給服務員1塊錢的小費，你都不知道是從哪錄的網帶才能把賬結了。你吹牛不怕閃到舌頭是嗎？頭髮長見識短的東西，我繼續加價，我出5塊錢。什麼？5塊錢？先生，5塊錢足夠把這裡所有的車，包括這家店給買下來了。不是，你真以為他能拿出5塊錢啊？我拿不拿得出？你倒是你不少，是不是敢繼續加價？親愛的，咱們不能從氣勢上面輸給他，繼續加呀！不是，這5塊錢已經是天價了，就這麼一台跑車，這
這5塊錢他也不划算呀！顾少，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怕了？我怕什么？我不行，不管这辆车多少才卖出去，我都能拿到2%的增值，不能让他终止交接。顾少，您顾家可是在江城屹立100年不倒的第1大家族，怎么被这小小叶晨在气势上给压倒？还是说您在家族的地位不足以您支配更多的荣耀？谁说的？我可是顾氏集团的长子，顾家的唯一继承人。继续抬价，我们为您加油喝彩！加油，顾少，加油！亲爱的，让这个叶晨羞愧致死！我出10塊。顾少大气，这台车你的了。叶晨，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认为这台车的价值最多就值5塊錢，但是顧少你剛剛提到了10塊錢，所以我不賭了。你葉晨，你少來！沒有啊，競拍本來就是價高者得嘛，誰也沒有規定要一直抬價。可是我們說好了，只要你付不出來這個錢，這輛車我就會原價買走，也就是6毛錢的價格。而且你還得跪在地上跟我道歉，還要自廢雙腿出去乞討，這些你都不認了嗎？我認啊。那你就趕緊跪下給我道歉。我們說的是，如果我買得起這台車，我繳械多少，但是沒說誰買下這台車就算誰贏了。你這是在給我玩文字遊戲，怪我嘍？是你自己蠢。我們誰贏誰輸，待會再說。不過顧少剛剛把價格提到了10塊，現在是不是要付款？至於我們的賭注嘛，等顧少付完款之後再說。恭喜顧少以10塊的價格拿下了這輛限量版的蘭博基尼，您是要現金還是刷卡？這誰出門再帶這麼多現金啊？這是。請顧少刷卡。親愛的，謝謝你，我們2個還沒有結婚，你就送給我這麼貴重的禮物，我林薇薇這輩子跟定你了。顧少，你怎麼一到付錢的時候就吞吞吐吐的？不知道是顧少付不出這10塊錢，還是你想賴賬啊？誰想賴賬？我知道，憑您顧氏唯一繼承人的身份，是不屑於賴賬這一無恥行為的。況且呀，我們店裡都有監控記錄着您的一言一行，您應該不會因為一輛跑車而敗壞您的名聲吧？就是，顧少，這10塊錢是小，但是顧氏家族的顏面重要呀。顧氏家族以後要是再想在江城立足的話，恐怕可就難嘍。這關乎到顧氏的100年聲望呀，還請顧少三思呀。我付了。刷卡。好嘞，恭喜李小姐成為尊貴的蘭博基尼車主。親愛的，我愛你。葉晨，現在該算算我們之間的賬了。恭賀多時，因為你賭輸了。我沒說你買不起這車，你就是輸了。誰說我拿不出買車的錢？我只是不想花10塊錢去買一台價值6毛錢的車而已。我不想做傻子。那你倒是把錢拿出來看看呀。顧少，我勸你，如果我不拿出這10塊錢，你頂多像個大癲子。但是我要是拿出了這10塊錢，你們還想我拿出這10塊錢？讓他拿，我就不信他能拿出這麼多錢。就是，顧氏憑着10塊錢坐穩江城首富的位置，我就不信你一個窮鬼還能拿出10塊錢。只要你拿出了錢，所有的賭注我們都認。是啊，我們都認。就等着在大街上飢寒交迫而死吧你！既然你們都敢，那我只好讓你們看看我的實力。葉晨，看來他們沒有打算放過你，要不咱們還是別賭了吧，不然真的打斷你的雙腿，讓你在大街上，那你會死掉的。你就這麼不相信我？不是我不相信你，是普通人怎麼能拿得出來10塊錢啊？可我從來都沒說過我是個普通人。哎呀，葉晨，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他們會動真格的。我還就怕他們不動真格。哎呀，這樣，我給你擋住他們，我就不信了。現在是法治社會，他們還會對我怎麼樣？你的好意我心領了，而且我以後也不會再虧待你。但是現在，我只想狠狠地打他們。哼，裝模作樣，這麼小的錢包，怎麼可能裝得下10塊錢的巨款？擦亮你們的狗眼看看，這個是什麼？這什麼東西？這看着好像是錢，但我沒見過這樣的錢啊！你們連10塊錢都不認識啊？親愛的，你見過10塊錢嗎？這錢一定是假的！什麼？你說這是假錢？沒錯，這世界上就不可能有這麼大的鈔票。你們沒見過的東西多，
难道你们没见过的都是假的？堂堂的江城首富，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存在这么大的钞票。好啊，江辰，你居然拿着一张假钞出来招摇撞骗！哎，我记得携带假钞好像是违法的吧？没错，而且他持有这么大面额的假币，就算不拉出去枪毙，也够他牢底坐穿了。你们真是无知的可笑！就这10块钱，我叶晨还不至于造假。那你倒是证明这钱是真的呀。这个简单，用验钞机验一下不就知道了？真是死鸭子嘴硬啊！我这就去拿验钞机。顾少，你可看好他，别让他跑。要是他这钱是假的，打断他狗腿。叶晨，使用假币是犯法的，要不你还是丢了它吧，不然真的会坐牢的。听到了吗，叶晨？没有人相信你的钱是真的，就算你把钱扔了也没有用。这个店里不是有监控吗？早就把你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你违法乱纪的证据。别想抵赖，没门儿！幸好我还就怕没有监控，到时候你们耍赖。来吧，叶晨，验钞机就在这儿，你敢验吗？验？为什么不敢？你可想好了，叶晨，这钞你要是验了，可就没有回头路。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你死鸭子嘴硬，你谁给你勇气啊？快验吧，收起你那丑陋又滑稽的表演。很快，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口出狂言的傻子，而多了一个身体残废的乞丐。识別成功，真幣。不，這不可能，一定是他做了什麼手腳。我要再驗一次。識別成功，真幣。怎麼會真的有這麼大面額的鈔票？你幹嘛拿過來一台假的驗鈔機？你安的究竟是什麼心？顧少，這驗鈔機沒問題啊。那你的意思是，他這張10塊錢是真幣了？應該錯不了。錯不了什麼？去給我拿張白紙來。你要白紙做什麼？為了證明這台驗鈔機是壞的，拿這張白紙放進去，它也會顯示是真鈔。這台驗鈔機真的沒問題啊。你廢什麼話？趕緊給我去！好了，別再繼續驗了。再繼續驗下去的話，也只能證明你的愚蠢是貨真價實的。你可別太得意了。顧少，紙。給我驗。不可能！顧少，你現在的樣子太難看了，好像路邊的一條野狗。他的10塊，難道是真的？這麼多年，原來你一直在欺騙我的感情，你一直在裝修欺騙我的感情。好了，這張10塊錢的真假既然已經沒有爭議了，那現在是不是也應該履行你們的賭約了？葉晨，你不僅騙我重金買下這台車，還扮豬吃老虎騙我簽下賭約，你好歹毒的心啊！我歹毒，我只是想過來買台車，結果你不僅對我言語侮辱，而且打斷我的雙腿去乞討，到底是誰歹毒？葉晨，這麼多年你一直都在騙我，你不僅有錢，還是一個有着10元身家的神豪，把我耍得好慘啊！我可以別了！葉晨，你竟敢打我！是你自己說的。如果你輸了，那我養的狗想咬它的主人，我該不該教訓你？顧廷琛，現在是不是該跪下叫我義父？葉晨，你別欺人太甚了，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留一線，顧總，如果今天是我拿不住這10塊錢，你會放我一條生路？我當然會。你會個屁！你們這群仗着手裡有幾個臭錢，囂張跋扈，欺壓百姓，無惡不作。那些窮人的命在你們的手中，什麼都不是。只要稍惹你們不悅，輕則斷其生路，重則屍骨無存。是與不是，今天我就要告訴你們顧家在江城只手遮天的日子到頭了，給我跪下叫義父！廷
庭川，不好了，故事的股票跌停了。什么？财经新闻说，顾氏集团内部有人挪用公款，账户被清零，所有生产线全部被迫停工，大量订单被退订，股东们堵在门口讨要说法，工人们集体罢工，在公司拉横幅，讨要血汗钱的顾氏才会。是我花光了公司的流动资金，就为了争强好胜，买一台车。叶晨，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我要跟你同归于尽。顾廷川，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俗话说，天理昭昭，报应不爽，这一切你都怪不得别人。这10块钱够不够买得下这家店？够，当然够。就算把这里所有的车加起来，也只要5块钱。好，我把这家店买下来送给你，以后你就是这家车行唯一的老板。啊，这也太贵重了吧！我们萍水相逢，今天只有你站出来为我说话，为了维护我，你不惜得罪权贵。你的这份勇敢和善良，配得上这家小小的车行。叶晨，我和你在一起3年，你给过我什么？和他才短短認識了1天時間，就大手一揮給他花10元巨款，這3年的感情都為了搞是嗎？我本來不想把前世的賬算在今生的頭上，我只想對你敬而遠之。可是你呢，一直對我趕盡殺絕。前世？什麼意思？重生之人幾乎都是在前世死亡的一刻，帶着記憶回到死前的某個境。我也會。前世我拿着林薇薇給的500萬分手費，本以為可以和她劃清界限，過我自己的逍遙日子。可誰成想，有了這500萬，足夠我衣食無憂的過完後半生。不過他林薇薇視財如命，真的就甘心給我這麼多錢？林薇薇，你們怎麼找到我的？你們要幹什麼？我是來要你的命的。你什麼時候下的毒？你活着，我睡不着啊！我可以把錢都給你，求求你，你放過我。不只是錢的事兒，我家裡安排我和顧氏集團的顧氏聯姻，可是顧少天生潔癖，不會碰不乾淨的女人。可我跟你在一起同居3年，身子早就不乾淨了。我去醫院做了修復手術，身體可以休息，但是我不知這個黑歷史又該怎麼辦呢？以防你拿着我們之間的秘密威脅我，只能送你去下地獄。畢竟，只有死人的罪才最安全。你為了自己的幸福亂殺無辜，你不能好死！好了，別掙扎了，你知道嗎？你剛剛喝的水裡的毒藥是目前市面上最致命的。不，你死之後，我的人會把你分屍，然後埋在一個誰也找不到的地方。從此，你葉晨在這個世界上就銷聲匿跡了，殺無定法。而且，我媽給你的毒藥早就讓我抓緊走了，葉晨，到死都是個囚。林薇薇，如有來世，我讓你生不如死！動手，哪裡？
宿主叶晨激活重生系统，附带设定货币贬值1000万倍，宿主余额不变。我本来是个很大度的，想想就算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前世的账，前世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延续到今生。但是，是你啊，自寻死路啊！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根本听不懂？听不懂就算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现在带着你这个蠢货，赶紧给我滚，把地板都弄脏。站住！电话要24小时保持开启，随时接受我的召唤，听见了吗？听见了。滚吧。叶总，既然您收购了这家车行，以后就是您的员工了。我可是店里的金牌销售，有我在，保准您的车行生意蒸蒸日上。我想你搞错了，这家店我送给了佑薇，她才是你的老板。佑薇，我承认之前我们有些误会，但我希望能够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这一次。你打我那一巴掌，我可以忍，但是你在店里狗眼看人低、趋炎附势、狐假虎威，根本不配成为一名销售。你被开除了。不要，佑薇，现在大环境不好，工作真的特别难找。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上有80岁老母，我下够了！你的这套说辞倒不是很像在做汽车销售，更适合去做技师。既然你这么想留在车行，那是不是应该先完成一下赌约？什么赌约？把衣服脱光，在展厅做车模。好，我脱。算了，叶晨，我不想脏了我的眼睛，而且他要是真脱光了在店里做车模，我想对我们车行还是会有影响，还是算了吧。这是你的店，你说了算。但是，我想还是不要这么轻易的就放过。那就罚他从做保洁开始。张雪曼，我们家佑薇说让你从保洁做起，你愿意吗？愿意，我愿意。谢谢沈总，谢谢叶总，我现在去工作，谢谢你们。叶晨，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家的了？早晚都是，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你不正经。走。去哪儿啊？带你去办件大事。薇薇，我们顾家现在落魄了，你还愿意陪我东山再起的，对吗？我陪你大爷啊！我爸就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才決定讓我們倆聯姻的。現在你們顧氏集團還不如我們家公司，當我是傻的嗎？要我在你身上浪費時間？林薇薇，你這是什麼意思？哎呀，庭川，你先好好養病吧，別想那麼多。公司的事等你病好了再說。不，我顧庭川那也是堂堂的顧家大少爺，顧氏集團的唯一繼承人，是1等1的商業天才，怎麼可能輸給葉晨那個暴發戶？他不過就是有幾個臭錢罷了，而我有着最頂級的貴族血統和超脫常人的商業眼光。我相信，只要我能搞到啟動資金，我顧氏便可起死回生。現在的顧氏臭名昭著，所有金融商和投資大佬都對他避之不及。你去哪兒弄啟動資金啊？放心吧，我顧氏在江城屹立100年不倒，還是有些底蘊的。真有辦法能扶大廈於江青？當然，江城最大的私人銀行，你聽過嗎？聽過啊，金士頓銀行嘛。傳說金士頓銀行資金儲備量有足足50塊錢呢，是整個江城商業的資金樞紐。沒錯，金士頓的行長趙凱與我私交甚好，他們銀行成立初期可沒少收我們家的幫襯呢。只要我向他開口，資金不是問題。有了資金，我顧氏便可重新運轉了。看來這個顧庭川也不是個徹頭徹尾的蠢蛋。也是，老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那我就再給他一次機會。萬一他真的能東山再起，我還是顧氏集團的女主。電梯開門。這是江城最大的銀行金士頓銀行，你帶我來這兒幹嘛呀？保密，一會兒
你就知道了。走。哎，这里是金士顿银行，不接受小额存款，出去。谁说我是小额存款？看你穿的穷酸样，充其量也就有个几分钱。本行呢，只接受身价1块钱以上的尊貴 VIP 来办理存储業務。你赶緊哪凉快哪逮着去。你早上是没刷牙吗？说话那麼臭。哎，怎么到哪兒都要和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上一課？算了，現在你的職位啊，還沒有資格跟我講話。去把你們行長給我叫過來。什麼？就憑你那兜裡那3瓜2棗的，你還想見我們行長？我們行長沒空搭理你，趕緊滾！再不滾，我就保安了。一會兒我就會讓你知，你以這種態度跟我說話是有多麼的愚蠢。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啊！保安，保安呢？趕緊把這個窮鬼扔出去！先生您好，不要影響我們工作人員辦理。我也是來辦理業務的，憑什麼我要被趕出去？不過你這個保安跟我說話的態度還挺錯的。我就一個小保安，人家經理讓我幹嘛我就幹嘛，不然我也怕多多聽說。都不容易，那我也不難為你。給，要是他敢把你開了，你就拿着這筆錢自己做點小生意，這是對你跟我好好說話的獎勵啊。一塊錢，這是給我的嗎？給你的，拿着吧。謝謝老闆，用不用現在我把他的腿打斷？不着急，大有個志氣，你先去忙吧。是，小子以後聽從您的調遣。隨手就給了保安1塊錢小費，這是來大生意了。哎，老闆，您請坐。我這就給您倒杯水去。水就不用了。那老闆，您準備存多少錢呢？哦，您是要存5塊，難不成是50塊？大膽點，往高了踩。多？怎麼可能是100塊吧？5000塊？5000？這麼大的銀行，區區5000塊就下暈了？葉晨，這麼龐大的數字，當然會暈倒了。好吧。我早就跟你說過，以你的職位還不配跟我交流。去吧，把你們行長給我叫過來。好，我這就去叫行長去。很快，我就會成為這座城市的主人。他到底背負了什麼？是誰在我的金士頓銀行口出狂言呢？聽說你要在本銀行存儲5000塊錢。沒錯，帶我去辦公室詳談吧。什麼意思？你知不知道5000塊錢是什麼概念？我們銀行成立至今總流水也不超過2000塊，5000塊錢都夠買下我們整個銀行了。怎麼哪都是這種？說，你到我們銀行到底什麼目的？這一呢，我是要把我的5000塊錢存入你的銀行，讓我的錢生錢。這二呢，我要你以後給我打。放肆！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身份？給你打，整個江城所有的企業都要看我的臉色行事，所有的公司每一筆資金運轉都要靠我的運作。就憑你，我給你打，簡直是痴人說夢。廢話少說，我很着急的。直接驗資。難道這小子真的有5000塊？不可能啊！江城的大官顯貴，哪個我不認識？怎麼突然冒出一個坐擁5000塊錢身價的神豪？不管怎麼樣，驗一驗資就是定。去驗資。要是我真有這5000塊，你可願意給我打工？別說5000塊錢，就是有1000塊錢，我都可以給你打。但是如果你沒有，我就讓你橫着走出金士頓銀行。這江城是殺人不犯法嗎？行長，不好了！行長，
么事啊？大惊小怪的。有啊，有什么？到底是5毛还是5分呢？我是5000。什么？怎么有人真的可能拥有5000块钱？叶总，您喝茶。什么茶？这个茶可大有来头了，它是采摘自武夷山的核心产区，整个茶园只采摘最精品的茶尖，而且是由顶尖的茶匠亲手炼制而成，年产量不超过3两，是名副其实的茶中之王啊！果然，还是你们有钱人会享受。叶总，您说笑了，我兜里这点仨瓜俩枣，在您面前顶多就算是个零花钱。好的东西呢，要女士优先，你尝尝看。还不错。你喜欢的话，以后这款茶每年所有的茶叶我全包了，以后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品尝。讨厌，别那么肉麻，还有别人在呢，赶緊聊正事。我要收购顾廷川的公司。什么？您要收购顾氏集团？没错，我就是要收购顾氏集团。叶晨，顾氏集团都跌停了，你收购它干嘛？那不明摆着会亏钱吗？顾氏的股票跌到谷底，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只要我稍作运转，股票回升一些，我都是赚的。理论上是这样，可是据我所知，顾氏的人是不会转让股权的。为什么？因为就算顾氏现在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可对于一个拥有100年底蕴的大家族来说，这种磨难又不是第一次见了。每次他们遇到危机，都会凭借底蕴逆风翻盘。80%的公司股权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转让股权的。通常讲，顾氏如果想要逆风翻盘，资金从哪来？应该是去申請銀行企業貸款。沒錯，這就是我收購金士頓銀行的原因。可是葉總，您不是跟顧廷川有矛盾嗎？那您是要拒絕向他貸款？不，我不僅要貸給他，而且他要多少，我就給他。不過他要把他顧氏集團40%的股份。那這樣一來，他不轉讓股權，您就不貸款給他。他沒錢，那顧氏就只能等死了。那他還不乖乖的把股權轉讓給您？葉總，您這步棋下的高啊！而且不能讓他知道是我要收購，否則就算他玉石俱焚，也不會把股份給你。所以我要你以金士頓銀行的名義，讓他把股份抵押給銀行，然後再貸款。最後他還不上貸款，股份自然就是我的。可是葉總，咱們拿到40%的股權，這樣在顧氏來說也沒有絕對的話語權呢。顧家只擁有顧氏集團80%的股份，剩餘20%都在市場上。而現在擁有這20%股份的那些人都着急着把股份給拋出去，這不是個絕佳的機會。那收購了這20%的股份，再加上那40%的股份，那您就有60%的股份了。這樣在顧氏就有1票否決權了。半個小時之內收購市場上顧氏集團20%的股份，然後做到顧廷川上鈎。是，我這就去辦。喂，趙行長，我顧家的事情，我想您也應該知道了。但這樣的小風波對我顧家來說不值一提，但這資金上還需要您的金士頓銀行給出一定的資金支持。你說要我把40%的集團股份作為抵押，這怎麼能行呢？你也知道，我顧氏這幾十年來也就只拿了20%的股份在市場上，股份可是我顧氏的立身之本啊！我倒是有把握在最短的時間內讓顧氏重新運轉。好吧，我押，但是我需要的資金也很龐大，要20塊錢。你也抓緊時間準備一下吧。好。邵行長竟然讓你用40%的股份拿去做抵押，這我倒是一點也不擔心。只要有錢，我們顧氏立馬能重新運轉，那點貸款，我分分鐘就能重新回升。葉總，市場上
顾氏集团的股份20%，我们都已经收购完成了，而且顾廷川已经顶不住压力，把40%的公司股份已经开始抵押给我们了。好，接下来我要彻底弄垮顾氏集团。有为，你去成立一家和顾氏集团一模一样的企业。我能行吗？反驳去掉，我说你行，你就行。叶总，您是打算顾廷川拿到钱之后会马上投入生产，而我成立的新公司将完全复刻顾氏集团所有的产品，到时候再以低价促销，把他们公司内所有的客户都引过来。顾氏集团的产品滞销，到时候银行的贷款还不上，顾氏集团的40%自然就是属于我的。这样的话，您要亏掉很多钱，这可是赔本的生意啊！那你说要亏多少才能把顾氏集团的客户全部抢走？大概要亏20块钱。拿去亏，尽情的亏。什么？随随便便就拿出20块钱？这可真是神豪啊！太好了，不愧是金士顿银行，才10几分鐘，20塊錢就到賬了。薇薇，你通知下去，所有工廠全部復工，加快所有產量的生產體量和速度，讓整個江城都看看我顧氏王者回歸了。好的，我這就去安排。我真是個商業奇才呀！哈哈哈哈哈！目的是多麼寂寞，目的是多麼空虛。葉晨，臨時大建工廠已經來不及了，於是我就直接收購了幾家能夠直接生產的工廠，現在已經開始生產了。顧氏集團那邊的客戶呢，覺得我們的商品質量更好，價格更低，已經開始跟我們聊合作了。只不過，怎麼？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嗎？你虧欠的目的我可能沒有辦法完成了，因為我們的需求量大，現在許多原材料的工廠現在紛紛降價跟我們聊合作，不僅不會虧錢，甚至還能少賺一點。呦喂，你真是個商業天才，我眼神果然沒看錯人。葉晨，你怎麼能信我呢？會懷孕的。怎麼辦？要是懷孕的話，我還沒結婚，我媽會打死我的。放心，我會去。葉總，好消息！什麼好消息啊？顧氏集團已經頂不住我們新公司的價格戰，開始低價拋售他們的產品了，並且把他們公司的工廠、商場、寫字樓都已經貼牌轉售了。好，收購顧氏轉售的所有產業。好。廷川，金士頓又來催款了。不是讓你把該賣的東西都賣了嗎？怎麼他們還在催債？我們這次投入的產值太大了，轉售企業的錢根本就不夠補窟窿的呀。怎麼辦？我還有40%的股份抵押在金士頓銀行。喂，趙行長，今天晚上12點是你最後的還款期限，如果你還還不上的話，顧氏40%的股份就是我們金士頓的了。趙行長，看在我們家交情的份上，能不能再寬限幾天？我寬限你有什麼用？據我所知，顧氏的產業經濟賣無可賣，你還拿什麼還錢？12點前你還不上貸款的話，40%的股份就是我們金士頓的了。顧氏集團的100年基業，難道就要毀在我的手上了嗎？親愛的，幹什麼？顧氏的股價上漲了。怎麼可能？顧氏怎麼可能在這個節骨眼上漲？我們趕緊趁着上漲，把剩下的40%股份拋售出去吧。這樣的話，我們手裡就能有一些回籠資金，只要還有錢，顧氏就有希望可以東山再起啊！全部拋售？我在顧氏的股份，我可就1分都沒有了。我不好了，股價開始下跌了。景川，如果我們再不拋售的話，它應該就要跌沒了。到時候
就算我们想抛，恐怕也没有人敢接盘了。全部抛售。叶总，我故意制造股市动荡，顾廷川已经挺不住压力，开始抛售他们公司剩余的40%的股权了。好，全部买入。叶晨，顾氏现在已经是空壳了，咱们买那么多股份干嘛？不要小看任何一家有深厚底蕴的公司，我叶晨就算是再有钱，在江城也是个无名小卒。要想日后名扬四海，还得有一块金字招牌，而这个最好的招牌就是顾氏集团。叶总说的没错，如果光有钱的话，别人会認為只是暴發戶。企業的底蘊和知名度才是通往上流社會的通行證，並且葉總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同時擁有金士頓和顧氏集團2大金字招牌，而且顧總還有5000塊錢的超級身價。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葉總您的大名將響徹全國，並且還有可能君臨華爾街。對，這就是我最終的目的。好了。快去收購顧氏股份。好的。由於我們錯過了股票上漲的高峰期，所以剩下40%的股份只賣了2塊錢。只賣了2塊錢？顧氏完了。誰說顧氏完了？葉晨，葉晨，我不想看到你，你趕緊給我滾出去！保安，保安呢？別叫了，保安怎麼可能把自己的老闆給趕走？老闆，我是顧氏集團的主人，我才是這兒的老闆。我現在是顧氏集團100%的絕對主人，誰才是顧氏真正的？什麼？你怎麼可能有顧氏的100%的股份？金士頓銀行早就被我收購，還有市面上的一些散股20%，加上你最後拋售的40%。全都是被我收購。我輸了。不過我還是願意給你一條活路。什麼機會？畢竟你們家族經營顧氏集團也有近100年，要是沒了你，可能整個公司的人員架構我就要了解1年半載，這太浪費時間。所以我決定任用你為顧氏集團的 CEO， 年薪嘛1塊錢，你願意嗎？真的嗎？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過假話？而且好像我也沒有必要對你趕盡殺絕。葉晨，哦不，葉總，以後小顧以葉總您馬首是瞻。好了，去把公司上上下下的資料都整理一下，交給尤薇，以後他才是你真正的主人。保證完成任務。去吧。葉晨，我和顧廷川什麼都沒發生過，我還是你一個人的。葉晨，你打我吧，只要你能消氣，你怎麼對我都行。我和顧廷川是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但我和你可是有血海深仇。我雖然我不知道哪裡得罪你了，但是我願意彌補。你把我留在身邊，我做你的僕人，我當牛當馬，伺候你一輩子。上一世你在我的水裡下毒，你說我還怎麼敢把你留在我的身邊呢？你想怎麼樣？我想，哦對了，你們家的公司已經被我收購了，現在你爸你媽估計已經無家可歸了。至於你現在的姿態，我感覺真的挺像路邊一條奇葩的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要。林薇薇，我給過你機會，是你自己不中用。那就別怪我玉石俱焚了。你幹什麼，林薇薇？這是個犯罪，你知道嗎？才不當不了富太太，老子怎麼有區別？不是要死，不如來一點對的。我可以給你錢，你要多少東西？他所有的一切本來都是我的。他搶了我的人生，喂，去死吧！有。
媽的，敢对我老板动手！你伤了我老板，谁给我发工资啊？小豆，你干嘛？叶总，我已经报警了，让这个臭娘们儿把牢底坐穿！我呸！啊，好累啊！送你的这套房子还喜欢吗？啊？喜欢啊，不过我们以后不能乱花钱了。我们有的是钱，花点怎么样？我们是很有钱，但是有钱呢，我们可以回报社会，把钱给省下来，建希望小学，捐给山区里的留守儿童，还有孤寡老人。都听你的。而且呀，我们以后还要生小孩呢。你不知道，生小孩要花可多钱了，要上什么兴趣班、补習班，反正要花好多钱。那我们现在当務之急，是不是应该先把小孩生出来？好一点。